木齐啊，这对耳环挺漂亮的啊。梦莹，你的口红颜色再淡一点，那会更漂亮。天哪，这是我们的主编吗？他现在开始关注我们了，是不是以后我们做他的助理？太好了，姐妹花助理。到时候主编带我们两个出去的时候，你站左边，我站右边。谁说要提拔我们两个人啦？要提拔呀，也肯定是提拔我。我看我们大家先不务虚，先务实吧。我们从刊物内容里面最小的地方去着手。通常呢，一般就是男士来讲，都是走雅痞的路线，端着架子、抬高姿态的。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反其道而行，然后我们做得更奔放一点，更坦诚一点呢？你说对吧？主编，这叫务实吗？会不会更虚了？对，有了，知道你有了吗？你老婆有了吗？拜托陈社长，来，你头发竖起来一根，是吗？刚才主编说的很实在，我脑子里立马浮现出封面，一个典型的雅痞型男，粉红色衬衣，同色领结，外面罩一件黑色风衣，杰克布斯那种风格。这跟男士有差别吗？别急，衬衣被撕开，纽扣有被崩掉的感觉，露出前胸和腹肌。哎呦，这有点太低级趣味了吧？而且呢，腹肌上要有清晰的纹身。纹身？什么纹身？是刻条龙还是画个人字儿？你的意思就是说伪装成雅痞的男娘 ？No， 纹身是一长串数字，拉丁文数字，密码。那标题是撕开男性的外衣。够了！我都说过了，不要搞什么恶性竞争嘛。我们难道非得踩到别人的头顶上创刊吗？堂堂中华，幅员辽阔，市场还小吗？难道就不够你韩主编办一份杂志，就不够韩上跟男士共存吗？对，这次我同意陈社长的意见，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做嘛。陈社长，哎呀，陈社长，这怎么能叫恶性竞争呢？这是相互鼓励，共同前进。你看，男士啊，他要是做到了99分，我们韩上就可以说你再加把油，就差1分了。也许他们就可以做到110分。那这样，我们不就是可以力争上游了吗？说的也对。可不是嘛，陈社长。您来我们这儿参加会议啊，就是有一点不好，就是容易以偏概全，先入为主。其实呢，等我们弄清了方案，再向您汇报，这样不就是更清楚、更全面了吗？慢点。很好，就按照这个思路去走。OK。喂，啊，尚总你好。小周啊，最近工作还顺利吧？你有什么困难可以向我反映，我会帮你协调的。谢谢尚总，我正在努力适应这个新的工作呢。那就好。哎，小周，最近杂志社那边有什么动态？你还没向我汇报呢。动态？杂志社一切都很正常啊，我们正在准备下一期的稿子呢。那韩主编在忙什么？韩主编现在已经把大部分的工作都交给我了。他在筹备难堪的事情呢。刚才还开了一个策划会，我太忙了都没有参加。难堪的事情？那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了，尚总？我知道了，你先忙吧。有什么事情及时向我汇报。你们哪里知道有什么要向你汇报？
好了，化妆师，给模特补一下妆，准备下一组镜头。陆明，我就知道你永远都不会让我失望。谢谢主编。对了，我认识一家中外合资的妇婴医院的院长，等英子有了 baby 之后呢，我会跟他打声招呼。主编，现在就说这个事情，有点太早了吧？不早，孩子要来的时候，从来都不会跟你打招呼的。好好工作，我走了。有叔，你的事情比你儿子的事情还重要。如果你不想对他负责任，当初为什么要生他？他是一个人，他有他的世界，有他的子孙，他才10岁，你让他承受一个成年人所承受的负担，你这样做还配做一个母亲吗？佑叔啊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康康怎么了？我现在不想说，等你回来再说。康康怎么了嘛？康康他没事儿。对不起，我今天可能情绪有些激动。佑叔啊，佑叔，喂，喂，康康，喂，康康，喂，佑叔，佑叔，康康怎么了？佑叔，你跟我讲话呀！喂，康康不见了，我要马上找他去。我挂了啊。喂，泰明啊，我就不跟你拐弯抹角了。如果我告诉你，我想把韩尚交给你经营管理，你有什么想法？交给我管理。尚总，我不明白您的意思。我是想让韩尚跟南市合二为一，这样做不但能够节省人力物力各项成本，还可以避免杂志之间的恶性竞争。两刊合并后，每年照比例分成，你有什么想法？这种想法非常好，而且这样的发展空间也会更大一些。这种合作方式不需要你掏1分钱，就可以拥有2本杂志的经营权。这可比我上次开给你的条件合适多了。尚总，怎么会有这等好事呢？ TMG 这2年将会转变主营业务方向，当然不会加大对杂志的投资了。与其这样，还不如把它交给一个懂得经营管理的人。尚总，您真的舍得？这是一个绝佳的时机，你不出手，可能就会被别人抢走了。我知道，尚总，你不会白白把韩尚拱手送给我。有什么条件，你说吧。条件很简单，只要你放弃争取竞达的投资。尚总，这个交易对于你来讲好像并不划算啊。如果说竞达不给我们投资了，那韩尚岂不是白白送给我们了？划算不划算，我心里清楚就好。做赔本买卖的人，未必就是傻瓜。这样吧，尚总，这件好事来得太突然了，你给我2天时间考虑。考虑完了以后再答复给你，好吗？没问题，我静候佳音。好，再见。